第三课，情境与历史背景的重要性。你是否曾在读圣经时遇到一段看似简单却充满力量的经文？比如耶利米书29章11节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这节经文鼓励了无数人，成为许多人的座右铭。但你知道吗？如果不了解当时的语境与历史背景，我们可能会错解这节经文的真正含义，甚至忽略了它更深刻的盼望与挑战。本课程将带领我们深入探讨语境与历史背景的重要性，并且学习如何研究经文的历史背景，让我们更准确地理解圣经中的信息。什么是历史背景？为什么重要呢？历史背景指的是圣经经文所处的文化、地理、政治和社会环境。理解背景的重要性，就像试图解读一封2000年前的信件。如果我们不知道写信者的处境或是收信者的需求，就难以理解其中的真正意图。历史背景的重要性有3点。避免错解圣经。历史背景让我们不至于把经文现代化，用自己的处境来取代原作者的意图。挖掘更深意义。通过背景，我们能看见经文中的细微差异和隐藏的智慧。增加感同身受。当我们理解当时的人如何生活、挣扎与盼望，经文会更加鲜活地触动我们的心。第2点，如何研究经文的历史背景呢？从经文本身寻找线索，仔细阅读上下文，注意提到的地点、人物和事件。例如在耶利米书29章中，我们得知这封信是耶利米写给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。借助圣经，使用圣经地图、注释书或百科全书，帮助了解经文提到的文化与地理背景。查阅历史文献或考古发现，了解当时的社会状况。问5个问题。谁是作者？他写信给谁？什么？经文主要谈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写作的目的与背景是什么？何时？经文写于什么时期？这个时期发生了什么历史事件呢？在哪里？故事的地点在哪儿呢？有何地理与文化意义呢？第3大点，文化、地理与政治如何影响圣经解释呢？文化是指当时的习俗与价值观，文化对于圣经的影响无处不在。例如，耶稣在讲道中常常会提到牧羊人，因为牧羊在以色列文化中是熟悉的日常工作。如果我们忽略了这层文化背景，可能无法完全理解耶稣好牧人的比喻。例如耶利米书29章11节，在耶利米的时代，以色列人刚被巴比伦帝国掳掠，整个民族处于流离失所的困境，他们渴望快速返回家园。但是耶利米却带来一个令他们震惊的信息：你们会在巴比伦待上70年，甚至不一定能回家。当时的以色列文化认为，神的祝福就是土地与和平。但是耶利米的信打破了这种认知，
指出神的计划超越了他们的理解。地理是指地点如何启示神的旨意，圣经中许多重要的启示与故事都与地点密切相关。例如，耶路撒冷是神的圣城，是他同在的象征，而巴比伦则常被视为背叛与邪恶的象征。例如，巴比伦的影响，巴比伦位于两河流域，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之一。对于被掳的以色列人来说，巴比伦不仅是他们的敌人，也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地方。这里有繁华的文化、巨大的城墙和经济繁荣。然而，对耶和华忠心的少数人，如但以理，却能在这样的环境中仍然坚守信仰。耶利米书29章11节的背景告诉我们，神的平安并不意味着立刻脱离困境，而是他在困难中同在，并且最终会引导他的子民归回他的旨意。政治是指国际关系与圣经信息的关联，政治背景是释经的一大关键。例如，当我们阅读先知书时，常常会提到亚述、巴比伦、波斯等强国，这些国家的兴衰与以色列的命运密切相关。耶路撒冷的陷落是以色列历史中的重大事件。当时的政治局势是巴比伦帝国强大到不可一世，以色列却因内部的分裂而无法抵抗外敌。神借着耶利米告诉百姓，这场被掳是神的管教，但也应许他们未来的复兴。因此，耶利米书29章11节不仅仅是对个人命运的安慰，更是对一个民族重生的应许。4. 了解文化、地理与政治之后，再来看耶利米书29章11节的深层信息。耶利米是一位悲剧先知，他不仅要向百姓宣告令人心碎的审判，还要面对他们的抵抗与指责。耶利米书29章记载了他写给被掳百姓的信，信中呼吁他们在异地安居、兴旺发展，并寻求当地的平安。他们的等待将持续70年，但神的意念远超过人的意念，他的计划是为了赐给他们末后有指望。以色列人原以为救恩意味着快速解脱，但是耶利米却告诉他们，盼望需要耐心等待。他们的挑战不是如何回家，而是在流亡中如何忠心依靠神。这与我们的生命有何相似呢？有时候我们也渴望立刻解决困难，却发现神的时间表与我们不同。他的意念不仅在乎我们当下的幸福，更着眼于我们永恒的益处。5. 最后透过默想与应用，让经文在生命中鲜活起来。1. 耐心信靠神的计划。了解背景后，我们发现耶利米书29章11节不是关于现在的平安，而是关于终极的盼望。我们是否愿意相信神的计划即使在困境中仍是好的？ 2. 活在当下，为主做工。耶利米鼓励被掳的百姓不要怨天尤人，而是努力工作，兴旺巴比伦。今天我们也需要在生活的每个处境中成为祝福的管道。3. 不要恐惧环境的挑战，无论是巴比伦的文化诱惑，还是敌对的政治环境，神的应许不会改变，他的同在使我们有力量面对挑战。